全民穿越深海求生，开局一间小破屋，2块面包，1瓶矿泉水，1张床，唯一的目标就是在深海世界里活下去。所有人都一样，参与深海求生游戏。房间之外就是深海海底，而深海中有你们意想不到的惊喜，也有无数致命的可怕危机。扇贝房是玩家唯一的安全区，只要走出扇贝房，你将暴露在各种未知生物的眼底下。这游戏估计不止自己一个人被困在这里吧？等等，深海房间怎么可能建造在深海里？深海水压能瞬间压垮房间才对啊！带着一丝疑惑，苏晨便从兜里掏出手机，淡红色的游戏面板顿时浮现出来，个人信息、论坛、交易所、合成屋、空间格、探索炮，一行行字迹并列排放。咦，这应该就是我的个人信息吧？我看看。姓名苏晨，编号869，年龄20岁，血量100，体力100，灵珠5，扇贝房安全系数1颗星，扇贝房安全系数极低，请尽快搜集灵珠，为扇贝房提升等级。果然不出我所料，只是这灵珠难道要在房间外去寻找？可问题是，人怎么可能在深海下行走？别说寻找物资了，就连走出安全区的能力都没有。先看看这探索炮又是怎么回事吧。探索炮，玩家出门时的必备工具，每使用1分钟，需消耗1升魔力值。目前魔力值1000升，目前扇贝房已用45，剩余955升。当魔力值归零，海水将压扇贝房，请玩家谨慎使用。有这么玩的吗？这还需要共同使用？先看看谈论区都在聊些什么。谈论频道，不出所料，里面早就炸翻天了，所有混乱的信息嘈杂一片，所有发言者都和苏晨一样，也是被莫名其妙带进了这个深海世界内。大致的了解了一下所有功能后，苏晨便准备带上探索炮，准备去寻找升级扇贝房所需的灵珠时，突然其上方又弹出一个奇怪的频道。又一个帅哥要死了，他绝对没想到门外就有一只深海幽灵正在等着他。苏晨大惊失色，连忙朝着扇贝房顶上的方向看去，果然有一只骷髅般的手掌正在房檐上悄悄地等待着什么。还好刚才没出去，太危险了。哎，这又是什么频道？异界频道，凡在深海求生的所有玩家，异界频道都会在第一时间看到，并且求生者也能听到他们的谈话。这个人运气真好，深海幽灵走了，这个时候出门应该比较安全。咦，他的右前方竟然有一窝阴影海马卵，如果在冷孵化前得到它，那可是天胡开吉了。不过如果等它们孵化了还没拿到手，那这个玩家就死定了。就算得到它，玩家也不知道怎么使用吧。要是我选左边的珊瑚宝箱。看来这游戏比我想象的还要困难，得尽快出去寻找灵珠，帮助扇贝房升级才行。确定了路线后，苏晨便立刻朝着刚才的信息方向走去。探索炮消耗魔力，他必须尽快找到弹幕中所说的宝箱。找了好几分钟，他便在一处石台上面发现了珊瑚宝箱。总算是找到了，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先将其收进背包中吧。既然弹幕说的是真的，那阴影海马卵估计也是真的。要不先去那边把那啥阴影海马卵也带回来吧。奇怪了，这阴影海马卵不是说应该在右边吗？找了10分钟，连个宝箱都没看见，不会是被耍了吧？能见度这么低，要是手机灯光熄灭，那连回去的路可能都找不到了。弹幕提示了方向，但没有提示距离，寻找起来显然有些力不从心，耳边不时传来水流声，偶尔还能听见各种生物的嘶鸣。就在他打算放弃，准备转身往回走时，突然在他眼前出现了一处暗红色的小桶堆，上面赫然写着阴影海马卵城吧几个大字。总算是找到了，先带回去再说吧。我去，那个人为什么他一直能碰巧找到好东西呢？那么多直播间，总有1-2个是特别幸运嘛。还好吧，福祸相依，他虽然得到不少好东西，可深海幽灵又回来了。快看，那小子要完蛋了！咋的了？没什么特别的呀。你自己看他后边。你们俩是不是有病？看着别人被深海幽灵发现，你们很高兴吗？而现在的苏晨满脸恐惧，冰冷的感觉不断从他的脚底传向心头，明明满头大汗，却感觉浑身冰冷，汗毛竖立，心脏狂跳，努力平复内心的惊慌。这个时候如果无法保持冷静，必死无疑。可以的，一定可以活下去的。距离扇贝房还有100米的距离，快点，再快点！在这生死时刻，他来不及多想，终于他见到了海洋里扇贝房发出的那点细微的亮光。危机时刻，他终于安全地钻进了扇贝房，幸存的兴奋感和喜悦感涌进全身。可就在这一瞬间，他嘴角咧开的笑容僵住了，幽灵的钩子正死死地勾住他的双脚，无法再寸进一步。强忍着身后的剧痛，他猛地用力将其扯开，然后落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这都让他逃了，这小子的命可真够硬的。就算逃过一劫，他也活不了多久的。外伤只要能止血，血量就能慢慢恢复。可深海幽灵的攻击带着魂毒，如果没有捕魂草，等到体力血量归零，他就死定了。
苏晨看了一看头顶上的数值，此时他的血量就只剩下60，体力也只剩40，而且血量还在不断往下降低，要不了多久就会直接变成0。这样一来，他就直接领盒饭了。该死，体力上限归0，可不就是死了吗？先打开宝箱，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回复血量的东西。恭喜编号869获得物料乘以20，面包乘以5，矿泉水乘以3，珊瑚乘以5，铁块乘以1，铜块乘以1，血迹乘以1。对了，血迹，不出意外，这玩意应该是补血的。这时候没办法，只能试着使用了，希望应该会有作用吧。深海求生第2天，苏晨因受到深海幽灵的攻击，血量正在不断往下降低。喝下探索宝箱里的回复血剂，血量瞬间回复至90，但仍然还在往下降。咋办？照这个速度，恐怕要不了多久就要嗝屁在这里了。先看看宝箱里的材料是否有能合成捕魂草的药剂。打开合成器，苏晨并没有发现有捕魂草的合成方法，但武器方面材料足够合成。精致珊瑚棍比起有尖刺的珊瑚长矛，珊瑚棍还是差了一些。于是便倒在床榻上，看着一点一点变少的血量，思索着下一步的计划。现在总共消耗了80升的魔力值，还剩下920升。至于这魂毒，先去交易所看看有没有发现，说不定应该能有所收获。打开交易所，苏晨翻来覆去找了半天，可却依旧没有找到拥有捕魂草的玩家。不过庆幸的是，在交易所发现了能够合成珊瑚长矛所需的物品，于是用空间格里的4块面包换了4枚铁块，用来合成珊瑚长矛，因此空间格里的材料也随之消失不见。奇怪了，我怎么感觉背后凉飕飕的？不会是感冒了吧？废话，你中了深海幽灵的魂毒，背后当然凉飕飕的了。那现在怎么办？小姐姐，帮忙想想办法可以吗？看你人长这么帅，姐姐我就勉为其难告诉你吧。深海幽灵出没的区域一般都长有捕魂草，但问题是你太弱了，想要拿到它，必须前往那个区域，根本避不开深海幽灵的，这简直就是死循环呀。他之前不是得到了阴影海马卵吗？弟弟先别激动，再厉害的海马蛋孵化之后也只是幼体，那只深海幽灵的战斗力在新手村已经触摸到天花板了，你打不过它的。不过现在最重要的还是你的血量问题，不然遇到深海幽灵，你的血量一旦降到10，那时候估计连动都动不了了。看来现在已经没办法了，只能先将海马蛋孵出来，再从长计议吧。可是要怎么孵化出海马蛋呢？有了。咦，他是怎么知道海马蛋是要用血来孵化出来的？你还敢狡辩？肯定是你趁我们不在的时候告诉他的。怎么可能？我再怎么花痴，也不可能给求生者透露这些关键信息的。恭喜编号869成功孵化出阴影海马幼体，开启守护者功能，已将阴影海马绑定求生者，无法交易。以下是阴影海马信息介绍，请仔细查看。阴影海马竟然也拥有技能，看来这次去寻找灵珠也会成为我的一大助力。可是这灵珠到底应该去哪里收集呢？宝箱也很有可能会开出灵珠的，你不妨可以去获取宝箱试试。宝箱就不要指望了，灵珠的获得途径主要还是击杀深海海底的各种生物，只有这样才能尽快获取灵珠，来增加山背房的魔力上限以及坚韧程度。苏晨明白深海幽灵的恐怖他是知道的，想要去其领地寻找捕魂草，必须先提升能力才有逃脱的可能。但为了解决眼前的血量问题，他便壮起胆子朝着更深的海底缓缓游去。探索炮虽然能隔绝海水，但越深的海底对于魔力值的消耗越大，不到2分钟的时间，魔力值就已经使用了不下30升，这消耗速度也太快了吧！得赶紧找到灵珠和血量，不然在这深海还真有可能有来无回了。哟，真巧啊，兄弟，在这遇到你，咋的了？血量还在往下降啊？是啊，不然你以为我出来干嘛？嗨，别这么不开心，相识即是缘分。老哥告诉你一个秘密，这洞口下面有2个珊瑚宝箱，你不妨可以下去找找，说不定能找到救你命的东西。是吗？那你自己怎么不带回来？我手机已经快没电了，手机灯光马上就要熄灭，得回去充电，不然你以为我回来干嘛？行了行了，不跟你说了，赶紧下去找吧，祝你好运。这个傻小子怎么这么傻？难道不知道那家伙是骗他的吗？来到洞穴内部，苏晨确实在一处毫不起眼的淤泥当中发现了一个宝箱，但宝箱被死死卡在地下，无法撼动。于是他便利用手中的珊瑚长矛，费尽9牛2虎之力，将地下的宝箱给敲了出来。总算是弄到手了，看来那家伙果然没有骗我。不过这另外一个宝箱又被藏在了哪里呢？糟糕，编号869那家伙脚底下那是什么东西？好大的体积，这应该便是一只史前刺虾吧？刚才那位求生者也真缺德，怎么把别人带到这地方来了？苏晨大惊失色，死死盯着眼前的刺虾，他不能跑，他一起身必定会让面前的巨型生物发现他。于是先将获得的海马召唤出来，
准备利用海马的技能牵制面前的生物，然后再借此机会逃脱升天。可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刚一起身，面前的生物便对他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可恶，这家伙竟然这么强悍，还将洞口给封住了，而且2、3下就将我的海马打得半死不活。照这样下去，肯定要交代在这里的。没办法了，跟他拼了，不然还真没法逃出去。而在这时，苏晨也顾不上迟疑，拿起手中的珊瑚长矛，对着生物的眼睛就刺了过去。好在有海马的掩护，成功击中目标，并且全身而退。而此时的生物似乎像是发了疯似的，用锋利的钳子对着周围就是一通乱舞，将3只海马击落在地，生死不明。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海马也将面前的生物血量消磨的只剩下15点血，血量低于10点则无法动弹。所以苏晨便在一旁静静的等待着史前刺虾无法动弹的那一刻。好机会，就趁现在。深海求生第3天，我将深海史前刺虾击败，获得了400灵珠。将刺虾肉块收起之后，又在史前生物的巢穴里发现了另外一个珊瑚宝箱。打开宝箱，获得以下物资。我迅速拿起血镜，将正在不断降低的血量补满，然后把剩余的材料装进空间格内，准备离开史前刺虾的巢穴，却意外发现洞口被人给堵住了。不出所料，应该就是昨天让我进入巢穴的那家伙搞的鬼。不过好在我手里有珊瑚长矛，片刻功夫就将洞口打开，逃出升天。回到房间，我正摸索着怎么享用面前的刺虾肉时，突然我又想起了什么。坏了，山贝房没有厨房，怎么把这茬给忘了？将吃的问题先放到一边，他现在要做的是先升级山贝房。于是他利用手中的灵珠将山贝房提升至3级，魔力值因此提升到了3000，剩余的灵珠则是用来升级阴影海马。做完这一切，此时的山贝房也因此多了一间卫生间。放下手中所有事物，连忙打开卫生间的大门走了进去。看到这一幕，想必谁都应该明白他要做什么了。主播这就见外了，没把我们当自己人呐。是啊，上个厕所竟然还要随手关门，要是没有屏蔽直播就好了。我看其他主播多的是随地大小便的，那画面美得不忍直视。主播那么帅，看不到实在太可惜了。闭嘴，他是我老公，只有我能看。哼，就你们这种族的五官，就不怕崩坏主播的3观吗？我们的爱情已经跨越了种族，我不怕。那我们的爱情还超越了性别呢，你们都别跟我抢。看到眼前的弹幕，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一刻，苏晨感觉隐私是如此的重要。他是怎么也没想到，终有一天，他竟然会因为可以独自上厕所而被打动。第2天，刚一起床，苏晨第一时间就是先看了看头顶上的血量，惊慌失措地打开空间格内的宝箱，取出昨天收集的药剂，一股暖流顿时涌上心头。而他今天要做的，就是去深海幽灵的领地寻找捕魂草。有了前车之鉴，这次他便先将阴影海马体先放了出来。阴影海马体积变大，想必是因为升级之后的缘故。老公今天穿这条裤子真帅，剑眉星目，玉树临风，这不是我迷失了20多年的男朋友吗？后面来的请排队，他是我男朋友，谢谢。行了行了，你们都别吵了，小帅要去打怪了。他前方就是一只人脸奇袭鱼，听说此鱼会迷惑心智，不知道主播会不会。随着距离接近，苏晨隐隐听见前方的哭声，连绵不绝又软又糯，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是一名美丽女子发出的凄美哭声。女人哭泣着，双手还时不时擦拭脸颊，想必这应该便是弹幕所说的人脸七级鱼了。这是在海底，你是浸在水中的，你擦个毛线的眼泪啊！我受到了女巫的诅咒，唯有王子的吻方能解除，愿意帮帮我吗？抱歉，我不是王子，解除不了你的诅咒，但没关系，我可以解除你的痛苦。小哥哥别这样，我不需要你帮我解除诅咒，我已经超脱了。但我觉得比起超脱，你更加需要超度才行啊！你看你都流鼻血了，来，我来帮你擦一擦吧。心中无女人，拔剑自然神。那你别用长矛捅我可以吗？用别的好不好？用别的？用什么？可是我身上只有长矛。哼，就知道你会不老实，想迷惑我，门都没有。击杀人脸七级鱼，获得500灵珠。此时弹幕很多女生也发来一些崇拜的消息，苏晨并没有理会，坐在深海石堆上边，将600灵珠用来给扇贝房和海马提升至4级。就在他准备引导网友提示自己时，弹幕带来新消息，深海幽灵出现了，就在距离苏晨100米的距离。此时的他连忙关闭所有窗口，正准备逃跑时，却又迟疑了一下。深海求生第3天，我在海底击杀了一条人脸七级鱼，获得400灵珠。正当我准备离开的时候，弹幕传来新消息，深海幽灵来了，就在距离苏晨100米的距离。此时的他连忙关闭所有窗口，正准备逃跑时，却又迟疑了一下。不行，如果现在逃跑的话，肯定会被深海幽灵逮个正着，还是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吧。苏晨没有朝着山贝房所在方向的坑去躲，反而远离山贝房，选了一条相对错综复杂的地形之中，周围一片漆黑与死寂，蹲在沟壑的一个小洞里，出口只有一个，一旦被发现就是死路一条。看着弹幕上惊慌失措的内容，他很清楚，
显然大家都在担心他会不会真的被深海幽灵给逮个正着。此时的他，额头的冷汗不断渗出，却没有用手去擦，躲在石山后面一动不动。而他的正上方，正是那只把他弄得狼狈不堪的深海幽灵。出来吧，我已经发现您了，再怎么躲也是没用的。哼，老不死的，竟然还想骗我出去，门都没有。我再说一遍，我知道你就在里面，我数到3，你再不出来，我就直接插你头上。3，怎么办？竟然被他发现了。2，到底要不要出去？要是现在出去，估计还能给我来个痛快。1，算了，直接出去吧，大不了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没道理啊，这小子难道已经离开了？去那边看看吧。等待深海幽灵离开，苏晨这才从石堆里站起身来，嘴角却咧开了一个笑容，而眼前的弹幕不断弹出。不过他现在也无暇理会这些流言蜚语，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往山背房的方向游去，而途中也不忘记开几个珊瑚宝箱。看着这些多不胜数的物资，他心中也有了一丝喜意。正当他准备将东西收进空间格，世界窗口突然弹出一个陌生的信息，点开个人信息，苏晨顿时一股脑意涌上心头，这不正是之前把他落在刺虾洞穴的那个人吗？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大哥别紧张，上次的事情是我不对，我这次是专门找你赔礼道歉的。我现在也受了重伤，听其他人说你击杀了史前刺虾和深海奇迹鱼，应该有不少好东西吧？哼，老子被困在洞穴里的时候，你知道我当时是什么样的感受吗？现在还想着惦记我的宝贝，如果没别的事，那你就可以消失了。我已经知道错了，我这次找你也并不是惦记你的宝贝，现在整个深海求生血迹是最紧缺的，我找了好久都没能找到，听他们说你这儿有，我只希望你能给我一瓶血迹，其他的我什么都不要，求求你，求求你可怜可怜我吧。行，没问题。那用你的所有物资来和我交换，我就给你一瓶血迹。苏晨是一个有恩必报的人，但对于这种将别人生死置之度外的，丝毫不留情面，于是便想痛打落水狗，狠狠地敲诈一番。面前的求生者也并没有任何办法，将空间格里的所有物资都给苏晨，才拿到了一瓶血迹。但苏晨现在也是中毒状态，面前的剩余的2瓶药剂也支撑不了多久。将物资存进空间格，他又看了看弹幕提示的信息，周围数里内已经没有了任何生物，唯一距离山背房最近的，便是远在10公里以外的史前生物雀尾长廊下。喝下一瓶血迹，他便朝着弹幕提示的方向游去。随着弹幕提示的方向，我来到雀尾长廊虾的洞穴，利用上次对战深海史前刺虾的方式，将其击败，获得550灵珠，还将雀尾长廊虾绑定成为自己的第一个坐骑，骑上螳螂虾的皮甲背，回去的路就不用自己走了。不得不说，这速度简直令人咂舌。片刻功夫，就在深海海底的10里范围逛了一圈，弹幕也因此传来了众多女生的追捕声。主人，请问您现在想去哪里？啥情况？难道这坐骑还是自带导航功能的？去太湖蜗牛鱼的洞穴击杀太湖蜗牛鱼。好的，主人，准备出发，全程130海里，深海地图持续为您导航。坐在皮甲背上，苏晨丝毫不觉得摇晃。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能让自己的实力提升，这样一来，面对深海幽灵的攻击，他也能够勉强应付。而此时的各位求生者看到这一幕，顿时惊呆了，他们不敢相信，苏晨仅仅用了3天时间就在深海里发展的这么快，而且山背房的等级还甩了他们一大截，在深海里可谓是混得风生水起。这编号869也太牛掰了吧，这坐骑速度竟然这么快，应该跟深海幽灵有的一拼了。真的好帅，我也好想骑长廊虾，要是我能认识编号869就好了，找个机会一定要让他成为我男朋友，这样我就可以每天都不用游来游去的了。我说编号520，不要因为别人有一只坐骑就出卖自己的人格，我这坐骑也挺好的，要不你做我女朋友，我天天让你骑。就你那坐骑，白送我都不要，一边去，别影响老娘心情。弹幕提示过，剩余的一只 BOSS 叫太古蜗牛鱼，但唯一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蜗牛鱼的洞穴就在深海幽灵的附近，要是和蜗牛鱼对上，肯定打斗声会将他给引过来的。怎么办？思索片刻，苏晨还是决定离开这里，因为他不想因为一只 BOSS 就将自己的命给搭进去。可正准备离开太古蜗牛鱼洞穴的时候，远处的幽灵忽然兴奋地尖叫了一声。深海幽灵又来了，倒还真是让我挺意外的。说曹操就到，也罢，老子现在有坐骑了，想要追上我门都没有，看我今天怎么收拾。而身后的深海幽灵此刻也是对着苏晨穷追不舍，上次让他侥幸逃脱，已经让幽灵的胸腔布满怒火，从来没人这么戏耍过他。追了好一会，却连苏晨的毛都没碰到，这很是让他疑惑，于是停留在石堆旁，大口地喘着粗气，随后便开口道：他娘的，今天是我生日，这人类竟然如此戏耍本幽灵，累死我了。嘿，岂有此理，竟然这般戏耍本幽灵，也罢，我就在你房子附近等着你，让你尝尝智商被碾压的感觉。在
这边好869就遇到啥情况了？竟然让这怪物一直在房间外等着他。那还用说，要么就是偷了别人的东西，要么就是抢了别人老婆。不然深海幽灵又怎么会对他穷追不舍呢？天啦，他这胆子也太大了吧！我比幽灵漂亮多了，他为啥不抢我嘞？快看，编号869那小子回来了，这次估计是插翅难飞，他绝对没想到幽灵会在他房间后面等着他。与此同时，幽灵发现房间外突然游过来什么东西，当即不敢怠慢，直接用他那锋利的镰刀劈了过去。刹那间，幽灵的兴奋感和笑声顿时回荡整片区域。老婆怎么会是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奇怪了，这不应该是编号869吗？怎么会变成深海幽灵他老婆了？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老公，对不起，刚刚我正在老窝吃东西的时候，突然被人给偷袭，给打晕了过去。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竟然被求生者给绑了起来。岂有此理！那他有没有触碰过你的身体？我眼睛被打得眯成一条线一样，哪里还看得清楚啊？只是感觉浑身疼痛难忍。老公，你该不会是不要我了吧？深海幽灵绝对想不到，苏晨在逃脱他的追击之后，并没有往山背房的方向跑，而是直接去了他的地盘，将他老婆给送了回来。另一边，苏晨拔下了最后一颗散发着淡蓝色光芒的捕魂草，缓缓吐出一口浊气，看着这漫山遍野的尸体，心中一阵唏嘘。要不是有弹幕提示，那估计得找到猴年马月了。这深海幽灵的底蕴还真是丰厚，这么多生物残骸，想必应该也是出自他的手笔吧？那他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你傻呀，肯定是为了阴养这满山遍野的捕魂草喽。不过话说，主播也够过分的，不仅抢别人东西，还将别人老婆给绑起来送了过去，太牛掰了，简直就是我心目中的偶像。苏晨瞥了一眼弹幕提示，没有再理会，将捕魂草收回空间格之后，他便转身寻找其他路线回去。好在他早已使用过捕魂草，体力上限回到了100，也不用担心血量再会降低。可他刚一离开，就听见幽灵愤怒的尖笑声，这道尖笑声饱含暴虐与疯狂。苏晨表示能理解，毕竟他所过之处寸草不生，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捕魂草被一窝端了。深海幽灵能不火吗？该死的人类，这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今天不把你给宰了，我就不叫深海幽灵。这是苏晨最难忘的一刻，每天都在所有玩家之中拿到最丰富的资源，击杀史前刺虾、深海七级鱼、雀尾螳螂虾，但每一次的大战都让他惊心动魄，甚至还将深海霸主的巢穴给翻了个底朝天，无数装备、卡片以及深海幽灵的全部捕魂草。但正因如此，也和这位深海霸主结下了不可挽回的深仇大恨。回到房间，他在论坛里听到了一个令他惊恐万分的消息：玩家须知3天新手保护期即将结束，怪物即将解除不得攻击山背房的限制。看着游戏提示，他心底一凉。不出意外的话，意外就要来了。没想到这么快又要对上深海幽灵啊！晚上本想好好睡上一觉，结果通知死期要来了。苏晨打开了山背灯光，脸上流露出一股恐惧之色。每一位求生者的房间之外都有几只深海幽灵，看着幽灵那得意的样子，那种感觉就像狩猎者即将获取猎物的兴奋感。幽灵2只黏糊糊的手掌不断地敲打着山背房的防护罩与玻璃贴合，10根10几厘米长的镰刀直指尖刺在上面，发出刺耳的咯吱声响。这一下可把苏晨吓得不轻，好在防护罩缓缓恢复原样，划痕自动粘合。他看了看魔力表，5000升上限的魔力只剩4250升。该死，幽灵这一招直接消耗山背房30升魔力，按照这进度，不出3个小时，魔力就会消耗殆尽。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救命啊！这攻击速度，山背房等级低的求生者肯定坚持不下去的。也罢，现在也只能这样了。苏晨连忙查看空间格里的所有卡片，除了交易的迟缓卡，还有一些深海幽灵友情赠送的卡。反弹卡，当野怪攻击大本营时，可以使用反弹卡将野怪的攻击反弹回去，次数3次。护罩卡，无敌防御罩，若大本营魔力低于100升，魔力则锁定在100升，不会被任何形式减少魔力，时限1分钟。加倍卡，当大本营遭受攻击时，守护者的攻击力任何形式的攻击技能威力增幅1倍，时限1小时。维护卡，当大本营遭受攻击时，以1升每秒的速度恢复大本营魔力，时限8小时。沉默卡，攻击大本营的野怪将会遭受强制性沉默，被压制在原地3秒，无法动弹，次数1次。镇定卡，当攻击大本营的野怪使用攻击技能时，将会被强制打断，时限3小时。加上迟缓卡，一共7张。看了看幽灵，又看了看卡片，照这样下去，他估计连出山背房刷灵珠的机会都没有了。
什么情况？这家伙是开大了。行，那就让你试试这张镇定卡。这特么不是我的东西吗？这混蛋竟然拿着我的东西来对付我！苏晨没有搭理门外无能狂怒的幽灵，而是连忙收起镇定卡。此时镇定卡时限剩余2小时59分55秒。奇怪了，这镇定卡竟然还可以卡 bug， 在野怪使用大招的同时使用镇定卡，就可以打断野怪的大招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其他的卡片能不能卡 bug？ 限制次数的卡片肯定卡不了，时限的卡、加倍卡估计卡不了 bug， 因为守护者技能是持续使用的。维护卡同样如此，维护卡相当于房间的备用协调，那护照卡可以卡的 bug 就比较舒服了。在房间魔力即将归零的时候，使用护照卡不仅无敌了，还将魔力锁定在100升，相当于恢复了山贝房接近100升魔力。只要卡的好，1分钟的时限能延长到1个小时，甚至延长到几10个小时。这个混蛋！我在门外挠窗，他竟然敢无视我！从来没有人敢这么羞辱我！如果抓到你，我一定要在你身上施展酷刑！死神镰刀的巨大刀根，每一柄都至少2米长，而这样的镰刀足足10柄，这要是抓在山贝房上，山贝房要用几百奥魔力去抵消啊！苏晨眼疾手快，立即使用了镇定卡。巨型死神镰刀还没抓到山贝房，就又缩了回去。我倒要看看，今天是你能坚持到最后，还是我能坚持到最后？你现在的魔力值应该也不多了吧？乖乖跟我走啊！兴许还能给你留个全尸。他不知道的是，苏晨不仅将他的大招摁回去，还想将他一起摁回娘胎里。用不了大招，普通的攻击他也能攻破山贝房。幽灵不顾镰刀指传来的疼痛，硬生生加快了攻击频率。可很快他就觉得哪里不对劲，就好像时间被放慢了。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离开的。我要一次性毁掉你的山贝房。奇怪了，这家伙怎么不攻击了？你的灵珠一定不多吧？不然你不会这么着急。卡片是很稀少的东西，你这么频繁的使用，你的山贝房魔力肯定所剩无几。见鬼！我是怎么在一颗骷髅头上看出那么多信息的呀？幽灵不再理会苏晨，稳定的输出伤害，一爪又一爪的挠在玻璃窗外。不得不说，高智商的怪物确实难对付。现在他不再理会自己，自顾自挠窗，苏晨反而束手无策。打开守护者信息，守护者界面弹出。可如果苏晨放出守护者，那幽灵极有可能会认定苏晨在垂死挣扎。5级的海马磨不了多少血。想了一想，他还是放弃了。1个多小时过去了，山贝房里里外外多了许多划痕，看起来破败了不少。幽灵起了希望，挠得更起劲了。可惜在深海水压的作用下，玻璃窗上的蜘蛛网裂痕即将破裂时，苏晨点击升级。整栋山贝房突然翻新了一遍，魔力值瞬间回满。我从来没说过我的灵珠数量不足，这下看你还敢不敢挠我房子。幽灵的眼眶骨都气出了裂痕，他终于离开了。苏晨松了口气，还不忘瞥一眼游戏面板上的灵珠数量。目前山贝房灵珠数量已用完，请尽快收集灵珠，以备不时之需。有了前车之鉴，他也知道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利用手中的迟缓卡，将被幽灵带有的求生者救回之后，便带着他们去附近的海域收集山贝房所需的灵珠。深海求生第6天，由于怪物被解除不得攻击山贝房的限制，很多求生者因为山贝房被迫被深海幽灵带走。好在苏晨最后还是扛了下来，将被幽灵带走的求生者救下之后，便带着他们一起去深海海底寻找灵珠。他很清楚，幽灵的离开是暂时的，等他进食结束或者养好伤，又会卷土重来。哈哈哈哈，笑死我了！头一回看幽灵被这么戏耍，我宣布以后我就是编号869号主播的脑残粉了。我被拉入求生游戏那会儿，很多同伴都是死在幽灵手上的，看来这编号869并非池中之物啊。先还是顾好你们自己吧，你们的山贝房被破，必须尽快收集灵珠升级。幽灵这次吃了瘪，必定还会卷土重来。有了这些求生者的帮助，苏晨打怪也轻松了许多。落单小怪爆的灵珠是真的少，一只只爆了几10个灵珠，不过好在数量多，平均每位求生者也都分到了700左右。编号666那家伙呢？他去哪里了？怎么了？他没和你们在一起吗？他的守护者一直在这里打怪，人却不知道去哪里了，该不会瞒着我们一个人出去单刷了吧？哼，这小子组队单刷2头跑，等他一会回来，一定不能让他分到灵珠，太可恶了。这个地方虽然小怪多，但这附近就是深海奇鲫鱼的地盘，单独行动会很危险，得尽快找到编号666。什么？深海奇鲫鱼就是那只可以迷惑别人心智、半人半鱼的怪物吗？对，就是他。
与此同时，人脸栖息于洞穴内，一位求生者正坐在地上和一群奇怪生物秘密地交谈着什么，而他们的上方则是一座丈许高的石像，一身美丽的鱼鳞包裹周身，并且散发着一种绚丽光芒，而石像手中也握着一把诡异的武器，武器周身寒气逼人，视之有如临深渊之感，耳边隐隐有龙鸣之声。石像上方屹立着一张美丽的脸颊，即便是多看两眼，也会让人有种心动的感觉。看似弱不禁风的石像，可头顶上却显露出一行奇怪的数值。奇怪了，这石像上面的等级怎么跟深海幽灵的等级一样，都是50级？我也觉得奇怪，这石像明明不会动，但为什么头顶上也有和野怪一样的标志呢？一座石像而已，就不会动，你们怕什么？倒是编号666，既然瞒着我们在这寻欢作乐，简直岂有此理！这小子倒是艳福不浅了，命都快丢了，还玩得这么开心。他已经被迷惑了，现在的情况也是身不由己。不出所料，应该是被人脸栖急于强行给带过来的。先救人吧，不然就来不及了。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众人也不再废话，当即放出自己的守护者，朝着人脸栖急于鱼群的方向游了过去，进行一番强烈的厮杀。编号869，你那还有血迹吗？我们的血迹都用完了。有，还有3瓶，你先给编号520和编号438用吧，他们的伤势太重了，剩下的1瓶就留给你自己。该死，要不是因为这小子，我们哪里会受这么严重的伤，还差点把命给搭进去。臭小子，你还有脸笑？就你特么是最不靠谱。都别怪他了，毕竟他也是受害者。一只人鱼600灵珠，这里有10几只，一共是9600多，收获不小了，赶紧撤离吧。这人脸栖鲫鱼的洞穴这么大，想必也有不少好东西吧？咱们这次出来血迹都用光了，干脆再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宝箱之类的东西。说的也是，不过我们现在这状态，要是再遇到什么强大的野怪，可就真的没有力气再打了。这次损失惨重，不找宝箱就可惜了。先将山背房等级提升，然后再四处找找看有没有其他的收。众人寻找了片刻，便在一处沟壑之处发现了几个宝箱，比起之前的珊瑚宝箱，看上去要大很多。打开宝箱，一种耀眼的光芒顿时笼罩着这个洞穴，无数的装备与道具呈现在众人面前。可就在这时，苏晨似乎发现了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当即环顾四周，却发现自己的队友瞬间消失不见。该死，人呢？人都去哪里了？正感觉到莫名其妙的时候，头顶上突然出现一只巨大的手掌向他袭来。手掌落下之后，苏晨立即施展阴影海马的绑定技能，避开了这突如其来的攻击。当他仰头看去的时候，面前的一幕顿时惊呆了。怎么会这样？编号520，你们怎么？石像会动。苏晨瞥了一下头顶上的石像，却并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当即开口道：“搞错了吧？这石像哪里动了？小心后面。”完了，编号869都被抓了，咱们这次真的死定了。你刚不是还说他不会动吗？看看，你自己看看。现在倒好，谁都别想离开了。你凶什么凶？我又不是故意的。怎么办？以我现在的等级，根本无法破开这人脸栖鲫鱼的攻击，卡片也只对山背房有效。对了，雀尾螳螂虾不是有一个不朽身躯的技能吗？先试试看吧，应该会有用。是否附加雀尾螳螂虾被动技能不朽身躯？一旦使用该技能，将在15秒内进入虚弱状态。是否启动？启动。深海求生第7天，我带着众人找到编号666，和人脸栖鲫鱼群进行一番强烈的厮杀，获得大量装备以及物资。虽然成功击败鱼群，可以因此唤醒了人脸栖鲫鱼的强大 buff。一番激斗之后，鱼王受到重创，我也因被技能反噬进入虚弱状态。该死的人类，我要杀了你！
你们还看着做什么？还不赶紧救人呐！他俩都快没命了。可是我们根本就不是人鱼的对手，他等级是50级，而我们才20多级，这要怎么打？你不知道动脑子吗？这人鱼现在已经受到重创，想必战斗力会下降很多。咱们先试试这些装备吧，说不定还能扭转眼前的战局，救下编号869和编号114。那行，现在也只能这么干了。趁人鱼现在没注意到我们，赶紧读取装备信息吧。面对等级达到50级的强大人鱼，众人也只能将希望寄托在眼前的装备上。不过好在经过一番解读，也算大致的了解了装备的用法。拿到装备的各位求生者来到人鱼周围，对眼前的人鱼展开了反击行动，各种技能层出不穷，片刻功夫就打得人鱼毫无招架之力，一股惊天动地的声响传遍整个人鱼洞穴，甚至整片海域。老公，人鱼洞穴那边是怎么回事？怎么闹出这么大动静？不清楚，不过这动静想来应该是有人闯进人鱼洞穴，将那只老妖怪给惊醒了。没道理呀，人脸奇迹鱼族群的实力仅次于我们深海幽灵，到底谁有这个能力，还敢闯进他们的地盘呢？管他做什么，又不关我们的事。你现在还大着肚子呢，别胡思乱想，要多调养身体，知道吗？捕魂草都没有了，还调养个屁呀！你要是真的有能力，就去将被求生者夺走的东西给抢回来，不然咱们幽灵一族可就真的没落了。嫂子说的对，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大哥，得赶紧将厂子给找回来才行啊。那行吧，看来也只能这样了。来，你来给你嫂子喂药，我去救回。人鱼洞穴内，经过众人的一番缠斗，总算是将这50级的大 boss 给解决了。分配好物资，他们便来到人鱼身体的旁边，准备对鱼王进行绑定权限时，却遇到了一个偌大的难题。这要怎么分呢？是啊，这鱼王这么大，但却只有这么一条，而且只能绑定1位求生者，那应该给谁呢？众人商量片刻，还是决定将绑定权限给了苏晨，他的功劳最大。毕竟苏晨等级是所有人中最高的。绑定人鱼之后，即便人鱼等级是50级，但最高只能和绑定者同级。拿到手中的物资，众人便带着战利品往山背房的方向前进。可刚一走出洞穴，却又遇见了和人鱼同级的深海幽灵。该死，怎么又在这个时候遇到他？才刚刚死里逃生，又遇到了这怪物。我们刚才能够击败人鱼，全靠宝箱里的物资以及装备，而现在装备技能进入冷却时间，血迹每人就只剩1瓶，魔力值更是以每分钟10升的速度下降，这仗不好打呀。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直接干不就完事儿了吗？我们现在这个位置距离山背房太远，就算是超负荷使用技能，也不可能回到山背房。你们先回去，我来拦住这家伙。那你一定要小心，如果你死了，我也不会躲。走吧，你个矮冬瓜，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呢。你倒是挺讲义气的，死到临头了还想着救别人。不过好在我的目标只有你，怎么样？是打算缴械投降吗？哼！死神镰刀在身后挥舞，即便是坚硬的土石也会被幽灵瞬间分割。但苏晨极致的 S 型走位也让他险象环生，而代价嘛，则是路过的地表上都被抓出一道道深刻的划痕。一段极限冲刺后的突然转弯，苏晨拉开了一点和幽灵的距离。奇怪了，这幽灵是怎么锁定我的位置的？怎么这么快就追上我了？难道是因为探索炮的缘故？而他当即查探了探索炮的信息，却在一处毫不起眼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小 A， 于是便摘下来看了看。这是定位器吗？这家伙是什么时候装到我探索炮上面的？差点就着了他的道。行，既然你这么喜欢装，我就让你装吧。苏晨将探索炮完美的分割成了2份，然后便将另外一份探索炮推向了山背房的方向，而他自己则朝着另一个方向游去。这样一来，深海幽灵则无法找到他的方位。他现在不想急着回城，他想早点摁死幽灵，就必须提升自己的等级。骑着雀尾螳螂虾来到了太古蜗牛鱼的洞穴，那是一条泛着蓝色荧光的巨型鱼类，通体半透明，泛着荧光。可正当他召唤鱼王的技能对其进行攻击时，却发现落在太古蜗牛鱼身上的所有技能没有一次对其造成伤害。好变态的能力，竟然可以免疫一切物理攻击。试试阴影海马的技能吧。见鬼了，这是恢复能力这么强，这要怎么打？
Maybe I'm selfish, call me see-through, but I'm debating if I really need to. Just someone forever, sure I get lonely sometimes, I miss being together, but I wanna roam from city to city, let the highway and the crowd feel the hunger that's in me. Fill me up with fireworks and tell me I'm skinny, to soak up the fire and the buzz to give me. All night, stay up late, drink the sky medicine. Open eyes, sun. Sometimes I get high, sometimes I get low, but I'm calm as can be in a room full of strangers below my long range. Maybe I'm selfish, call me see-through, but I'm debating if I really need to. Just someone forever, sure I get lonely sometimes, I miss being together, but I wanna roam from city to city, let the highway and the crowd feel the hunger that's in me. Fill me up with fireworks and tell me I'm skinny, to soak up the fire and the buzz to give me. All night, stay up late, drink the sky medicine. Open eyes, sun. Sometimes I get high, sometimes I get low, but I'm calm as can be in a room full of strangers below my long range.